这是什么顶级享受？外面零下30度的冰天雪地，男人搭建的空中豪华庇护所，里面的温度竟然有20度，羡慕的我蹲坑的时候都丝滑许多。大城市卷不动的阿特，提前过上了退休生活。为了以后能老有所依，他打算在野外安个家。为此，他也准备了一些精壮的原木，每一根直径都要有20厘米以上，这样搭建出来的庇护所才更有安全感。为了保证庇护所百年不塌，所有的立柱底部都要刷上一层防护漆，防腐防潮还老有所依。随后将其放入预留的基坑里，底部用泥土给夯得结结实实。阿特一连安了4个承重柱，顶部用木棍横着将彼此连接，形成一个四四方方的框架。交界处再用钉子进行加固，有了结实的承重柱，向上搭建就会简单许多。只见他将手臂粗的原木一根根整齐划一地摆放上去，直到形成一个完整的台面。为了防止地板离家出走，他找来几根精壮的原木，将东南西北4个角落全部镇压上。这样就可以将原木一根根的垒上去，每垒一层都要用10厘米长的钉子加固，直到用原木呈现出4面墙体，而且过程中还要预留出大门的位置。虽然是阿特一个人干活，但是他很享受这种独处的时光。在山里的好处不仅可以呼吸新鲜的空气，而且到处都可以零元购，饿了就采摘一些野生菌菇。在阿特有条不紊的安排下，很快就完成了4面墙体的搭建，而顶部则是采用人字形屋顶，房梁必须要一些粗壮的原木，这种结构实用性很强，能有效过滤雨雪的堆积。待得完成好屋顶的部分，他用泡沫剂将4处漏风的墙壁进行填充。虽然看上去缝隙不小，但经过阿特耐心的操作下立竿见影，完全能堵住来回乱跑的小风。至于前排位置，他用木棍向前延伸出1米，形成一个高挑的遮阳板，这样就可以用防水布将整个屋顶覆盖。考虑到透明薄膜容易被风吹走，他又在顶部放上树枝以及干枯的稻草。随着雨季的慢慢来临，森林里的树木更加旺盛。阿特一大早就淘来了特定的木门，他要赶到冬季来临之前入住进去，这就需要加快搭建工期。得益于阿特常年举铁，这样他干起活来也轻松很多。很快就把木门安了上去，随后他将白色的木板用喷枪进行碳化处理，这样碳烤出来的棕色花纹美观好看，而且还能与木屋搭配得更统一。有了合适的门板，阿特又1比1复刻了2个门把手，这样看上去气派很多。看得出来阿特对自己的作品很满意，当即用油锯把木板截成所需大小，来给屋顶的3角口进行覆盖。好巧不巧，刚刚修建完屋顶，稀稀拉拉的小雨又下来起来。阿特也是习惯了这种天气，不过刚好是检验屋顶的好时候，看着顶部并没有被雨水渗透，这才放心的喝了杯热乎乎的开水，然后在吊床上悠闲的躺了一会。待得雨过天晴了，他准备把亲手打造的窗户安装上去，不过在这之前要找个安静的角落，规划好大概的轮廓，开始用油锯进行整齐的切割。现在只需要临门一脚，很快一个4方的缺口呈现在眼前。阿特把玻璃窗安装上去，看着大小简直是严丝合缝。严谨的阿特都会用泡沫胶进行密封，边边角角的缝隙都没有落下。原本屋子看起来比较粗糙，但经过阿特的一番改造，真是有模有样。但想要长久的居住下去，门口必须要预留出个烟囱口，方便后期安装壁炉。为了室内更具有保暖性，他还准备了锡纸棉铺垫在下面。不过在安装之前要先把木板搞定。对于有着10年强迫症的他，木板的切割一定要非常整齐，这样就可以把木板一片片覆盖上去，给底部做好保暖防护措施。就连睡觉的床都被他安排得相当到位，现在整个地板看起来非常规整，木床躺上去也很舒适。老样子，先点燃干柴烈火，随着烟囱冒出一缕袅袅炊烟，室内的温度立马提升了许多，就算冬天来临也不会惧怕寒冷。昨天阿特在庇护所睡了1个晚上，醒来发现外面微风拂过，空气中流通着一丝凉意，于是他开始马不停蹄地忙活起来，把锡纸棉继续裁剪成合适的长度，用来给室内的墙壁做好保暖工作。毕竟冬天的雪花说来就来，只见他把室内包裹得非常严实，每一面墙壁都要用钉枪进行加固。这一干就到了中午，阿特升起篝火堆，给自己烤了个面包片，先给自己补充一些卡路里，让自己随时保持充足的体力。而后他拿出一块电瓶，再把电线串联在上面，这就是晚上照明的预备电源。另一头安装上节能灯，试了试效果还不错。随后阿特给电线梳理一番，固定到墙壁上，现在室内的亮度立马提升1个档次。高兴的阿特直接找出剩余的木板，将其组装成合适的小餐桌，这样就能节省内部的空间，而且吃饭的同时还能欣赏风景。现在这个家哪看都很顺眼。随着冬天的到来，白雪覆盖在整个大地与树木之上，直接打了阿特一个措手不及。他赶忙劈砍一些木材，来为今晚的取暖做好现身工作。在置办好这几天的木材，随即他把室内打扫干净，看着壁炉的燃烧，整个室内温度越来越高。现在就算在室内穿个半截袖都没有问题。至此，阿特在静谧的森林中央也有了自己的家。